好，我们继续的讲下去吧。我们刚才提到以色列复国，这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但是终于他们怎样，在5月14号的那天下午，他们就宣布了独立，以色列国成立，发表了以色列的宣言。那是一个很轰动的事情。所以因此在当时候，有一个南非的副总理就说，20世纪中期最大的神迹，不是发明核能装置，而是以色列人重返故国，建立家园。所以这就是一个神迹，一个现代化的神迹，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行的事情。有一个老拉比说，以色列的复国是所有他托拉他的整个的这个犹太经典里面所提到的神迹中呢，最大的，表示什么？这是不可能发生，这是竟然发生了。所以我们刚过去所讲的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早在公元前3000到1400年间已经预言，所以圣经已经全部应验。关于以色列复国的经文就应验，而且已经成为什么历史？那是已经67年前的事情了。所以以色列复国的预言，只是圣经中很多预言中的一个，它的预言从不落空。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复国的应验，也证明圣经确实是上帝的话。神说要成就就成就，而这位神的确在掌管历史，他使历史按他的时间来完成他的心意，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那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奇迹复国的，但是不到24个小时后，阿拉伯的5国联军立刻围攻以色列，也就是他们不要以色列独立，所以那些巴勒斯坦不愿意建立这个国家，他们不愿意跟犹大国并存，他们要么就是巴勒斯坦国，要么就没有国啊，不能够有犹大国。所以整个阿拉伯联合这些巴勒斯坦人就联合周围的阿拉伯5个国家的联军，就攻打以色列。他们发誓要将以色列人怎么样抛进地中海。所以你看见哪一个国家下午宣布独立，不到24小时就开战。当报纸还在报道他们刚刚建国的时候，又报告他们在特拉维夫有爆炸事件，在埃及的边境呢有埃及军队的侵入，而且这些国家这个联军很大，它5国从北面的黎巴嫩叙利亚那边下来，又从南面的埃及上去，然后从东面的约旦，基本上就是3面架攻。真的只有剩下一个地方，就是地中海，所以他们要把它赶进这个地中海，所以这是中东的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是世界不允许存在的国家，当他们不愿意看见以色列国的存在，所以阿拉伯的联盟就进兵以色列，阿拉伯联盟的装甲车被以色列军队怎样就摧毁。1948年独立后的战争，以色列竟然以寡敌众，他的对比是1对7，7个人打1个人，以色列只是这样子弱小，刚刚建国，但是很神迹性的，他们反败为胜，而且在日后的另外4次中东的战争，一再的击败了阿拉伯的国家。所以你可以看到独立后的战争是一个神迹，不可能胜的，他们胜了，因为他们的确是很少数，周围的列国其实很大，很多的军队，但是很神迹的，他们也得胜了。那是48年，所以他们就独立下来了。但是就平安了吗？没有，再过几年战争又在爆发了，那就是1967年的有名的6日战争。那个时候，这个6日战争呢，为什么又叫6日战争呢？因为以色列在敌人发动这个战争之前，他们也回击了，用了6天的时间就把这场战给打下来，就胜利了。那6日战争就是什么特点呢？在1967年的6月5号，以色列人他们先发制人，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得到军群，知道埃及阿拉伯联盟他们又要再攻打他，所以那一天早上他们
的飞机很早就起飞了，飞到哪里呢？而且低飞，飞到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算出埃及的空军的机师啊，刚刚起床刷牙啊，还没有上飞机，他们的飞机已经闯入什么埃及的领空，一下子把他们停在埃及的400多架飞机给它摧毁啊！所以这一场战第一天就已经决定打胜了，所以剩下来的就是什么？剩下来的就很容易打了。所以很快的，他们就把西奈半岛、把约旦河的西岸，还有耶路撒冷什么就拿回来了。所以1967年的6月7号，以色列空降部队呢就进入耶路撒冷。这场战争的重要性就是什么？收回耶路撒冷。各位，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的这个达扬将军。就带领他的军队进入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占领下来。那这个是对他们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将军他是独眼的，有吗？所以有人常常开玩笑，他为什么会打胜仗？因为他一目了然啊，一粒眼睛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他就什么？他们就进入了这个耶路撒冷。那进入耶路撒冷，同时把整个库墙拿下来。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人可以来到库墙的面前哀哭。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已经大概2000年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为什么选择这个库墙呢？因为这个库墙是靠近圣殿，圣殿已经摧毁了，最靠近圣殿的一堵墙。那为什么是？这个西墙呢，因为至圣所就在西边，所以它是最靠近至圣所的一堵墙，所以他们就到那里去什么？那里去祷告。为什么叫库墙？因为他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很自然为着他们国家的悲哀而流泪，所以从此他们有个祷告的地方，他们可以在那边祷告上帝。达扬将军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们永远不会再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今天耶路撒冷对他们何等的重要。所以今天你有机会能够到圣地，你能够来到什么？来到西墙，你能够看到这些地方。今天你能够去研读圣经的地方，去看考古，但是因为什么？以色列独立了啊，不然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战争终于结束，他们就怎样？他们完全的胜利，他们比原本的地方更扩大了。因为过去那一些巴勒斯坦他们不要独立，他们要打仗，所以他们一打的时候，他们地方就被什么？被以色列人收复回来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中东是一个不平安的地方，1次、2次、3次、4次、5次，不断的很多的战争。那我们就来到一个问题是，常常你会在生活中可能会碰到你的朋友跟你讲，以色列人很野蛮，把别人的地方给占领了。那很多人这样子讲，他们没有读圣经，他们不明白，他们看的都是一些错误的资料。那比方说，我们说过主后135年是罗马哈德良将军把以色列人赶逐耶路撒冷。但是有一些资料你读的时候，他说主后135年是阿拉伯人把犹太人赶出耶路撒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资讯上有很多的错误，所以我们就自然会讨论这个问题：犹太人该不该拥有以色列地？啊，那我们可以借用美国一个资深的参议员，叫做 James Infoe， 他在2002年3月4号发表一篇宣言。他在文中列举了7个理由，以色列拥有巴勒斯坦的地是合情合理的。他说，第一个理由是考古的理由，所有的考古的证据都支持犹太人拥有以色列地。每一次如果在以色列地有什么出土的文物，就证明犹太人在那个地方最少在3000年前，他们已经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从考古可以支持他们这块地本来就是神应许他们的地。第二个理由是历史的理由，历史完全的支持犹太人拥有以色列地。你打开历史书，你知道罗马帝国成立以前，以色列国已经存在了。它跟巴比伦，它跟这个当时候的亚述是同时的。
你看到从以前到现在几千年来，我们巴比伦人去了哪里？亚述人去了哪里？你读到的赫尔人去了哪里？迦南人去了哪里？你没有个隔壁邻居，他说我是赫人，我是迦南人，没有，这些古代的民族都消灭了，剩下谁呀？以色列人。圣经中的以色列人今天还怎样？还存在。所以你可以从历史看见，巴勒斯坦本来就是他们的。现在常常谈的巴勒斯坦国在哪里呢？他们根本不在那里，那时候他们根本不存在。看看以色列周边的列国，沙地阿拉伯1913年立国，黎巴嫩1920年，伊拉克1932年，叙利亚1941年，约旦1946年，科威特1961年。但是这些国家却说以色列只在近代才出现，从而否定他们国土的拥有权。那么他们更是近代才出现，对不对？3000年前以色列已经存在，他们到了19多年的时候才开始存在建国。所以这些国家原先都是不存在的，他们都是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所以第二个理由，历史告诉我们，巴勒斯坦是以色列人的原居地。第三，实际上的理由，以色列在1948年独立复国之后，以色列进到这个地方，产生了很大的实际的作用，也就是在经济跟科技的贡献。他们还没有来之前，这里是一个荒地，荒凉的不得了，没有人要的沼泽地、沙漠地，还有什么沙土地，没有人要。以色列人要，他们就要抢；以色列人不要，他们就不要。你看到一些小孩子嘛，你不要玩，他就不要玩；你要玩，他就要跟你抢。这就是人类的罪性。所以那个烂一片的烂地，几千年来没有人耕种，没有人开垦的荒废的地。以色列人一来的时候，把它怎样？把它改造。所以以色列现今是农产界的奇迹。以色列比世上任何一个国家更小的在荒芜之地生产更多的食物。以色列在农业上无可否认是极度的成功。我刚才说他们有80个百分比被分配到的地都是什么？沙漠地。你能做什么？以色列人把沙漠地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能够种植，种什么？种水果，种鲜花，还有养鱼的地方，在沙漠养鱼。最后他们不单把这些花供应他们的需要，你知道他的花出口到哪里去吗？出口到欧洲去。我们常常去欧洲看花，荷兰是跟以色列买花的。以色列在哪里种花？在沙漠地种花。你看见他们改造了整个经济，他们很多的科技的发明，为了要应付那个艰难的环境。而阿拉伯各个国家呢，其实他们如果肯跟以色列友好的话，从他引入先进的技术，使他们也像以色列一样，成为在中东人输出食物的国家。所以这个叫做双赢的道理。但他们不会，他们是我宁可死，我也不要看见你活。所以就这样的赖着，他们不要独立。所以犹太国说不要紧，你不要独立，我独立了。你一独立了又打了，他们越打越心寒。为什么？每次打这个地就少一点，打了就少一点，所以他们就拿去很多了。所以他们就外面就说他们抢我们的地了，在那里就告诉别人他们抢我们的地了。但是你不打人，你的地人家怎么占领？你打了人之后，地给人家占领。这本来就是天公地道的事情嘛，要么你就不打，你就好好守住。所以你看见他们就把那些地拿来做什么？拿来再发展。他们占有的时候是荒芜，以色列拿来再发展。所以这个参议员说第4个理由，人道的理由，因为2次大战期间有600万犹太人无辜被屠杀。在俄罗斯策划之后，犹太人遭受极大的逼迫。我们说过，很早犹太人在沙皇的时候已经受到迫害了。所以问题是，巴勒斯坦的地是他们有权拥有的国土。若我们不让他们在中东复国，他们应该在哪里复国呢？哪个国家会为他们割让疆土、挪移地界呢？所以以色列人根本不是要求很多，以色列国土其实也很小。以色列地是在以色列复国前
根本没有人想要的沙土跟沼泽的地。所以我们说他们就是要求是很少的，这是人道的理由，给他们一个地方可以建国。第五，战略的遗留，以色列在那个地方成为什么？美国战略上的盟友。如果以色列不在那个地方，你那个就是一个什么？那个势力是完全不平衡的。所以那个地方需要一个国家跟他们周边的国家有不一样的一个政治的色彩，所以这个国家在那里是一个使到美国的战略能够在那里怎样平衡整个中东的势力。第六个防卫的理由，以色列是恐怖主义的路障，恐怖主义不会这样就消逝的。就算明天以色列真的被赶进海里，每一个在中东的犹太人都被杀尽，恐怖主义都不会停止的，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有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他们就挡住，他们不能上来。如果以色列不在，这个恐怖主义会一直扩张进来的。所以这是第六个防卫的理由。第七个圣神的理由，以色列拥有以色列地完全合情合理，也是上帝的计划，目的叫应验圣经中关系以色列的预言。所以你看，以色列一强大的一建国了之后，1948年他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他们要生存吗？所以以色列生存的硬道理很简单，强国一定要什么？要强军。所以以色列人的强悍源于他们曾经的屈辱，流离失所。所以他们的这个上校训练以色列国防的这个上校说，我们如果不够强，不能保护自己，会再次发生大屠杀的悲剧。所以以色列的国防呢，情报工作都是一流的啊。所以老虎不露牙齿，丛林里有谁怕它呢？所以它就变成什么强悍。所以你看，这是以色列的女兵啊，他们的女人要当兵的这是他们的女兵的照片啊，包括战斗机师都是女人啊，他们女人要当兵。我们在这里是男人当兵，那里女人也当兵。那么他们当兵跟我们当兵不一样，我们回家枪要留在什么？留在军营里面，他们回家枪带回去啊，所以他们带回去谈恋爱，去拍拖，去看电影啊。所以你交你那边的女朋友就不要随便发脾气了啊，就不要迟到了，他们有枪的啊。所以他们就带着枪过正常的生活，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为什么把枪带回家？因为这个国家是随时什么？随时要打仗的。他不知道今天晚上敌人会不会来，他们来不及回去兵营拿枪了，他们枪带的就随时这样可以上阵的。而当他们以色列政府的信念很简单，即使世界都已经抛弃了我们绝对不会抛弃自己的人。这是他们一个很强大的信念，而他们施行一种叫做千囚换一兵，历史上就是如此。所以你问以色列的士兵值多少钱？最近的一次，他们就用1000个被关在监牢里面的巴勒斯坦的这些叛徒，跟换一个被他们抓去的以色列的士兵，一个换1000个。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对他们的兵是多么的看重，对他们的人是多么的看重。那以色列凝聚犹太人的媒介是什么呢？不是宗教，以色列并没有将犹太教立为国教，而是民族的语言，叫做希伯来语。很特别的，这个语言已经2000年没有人讲了，现在又在恢复了，竟然有人能够把一个死了的语言呢重新恢复过来。各位，2000年了，你要想想，我们的孩子如果到美国去，他现在在这里会讲华语，他去到美国的时候，他以后的孩子会讲华语吗？不会。再多，他的孙子会讲华语吗？更不会。所以你可以看见2代人就把所有的语言怎么样瓦解了。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国家，哪里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很奇妙的，他们把希伯来文竟然怎么样很好的保存下来。所以一复国的时候，他们又恢复什么希伯来语。所以建国的时候，移民来自72个不同的国家，使用86种语言，不同意识的形态。每个以色列定居的犹太人都是要学会什么希伯来语。所以希伯来语的就成为一个纽带，
把古老的犹太文明的经典Torah、Talmud 传承下来，然后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凝聚在一起，所以以色列国再没有人就敢随便欺负他们但是反对以色列的声音是很大的，以色列很艰难，在它周围有22个回教国家他们的面积比他们大了640倍，他们人口比他们多出60倍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新加坡的情况是跟他们很相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建国的时候的国防是请以色列做军事顾问，他们很乐意帮我们建军。所以我们的第一代是什么？是以色列的，我们的第一代的这一些军官是以色列的军官训练的后来是我们自己的军官训练的。第一代的是那些以色列军官训练。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我的这个上司是以色列训练的，以色列的军官训练的。他说他在以色列军官他跟你一起跑，他已经在山顶上，你还在山顶下爬。他跟你一起跑，从下面跑，你拿多重，他拿多重，他跑到上面，他在等你，看着你慢慢爬上来。这是很强悍的一个民族所以成为强国之后又怎样呢？他们就放下了武器，他们知道不可以靠打仗，所以他们想求和平。所以当时候拉宾、沙龙、Peres 这些都是后来的总理，他们都说血流的太多了，所以他们要求什么？要和平。所以以色列总理拉宾他就跟阿拉法特一道开启了中东和平的进程。那这个是埃及的萨达总统，他说血和泪已经流得够多了，再流下去有意义吗？能消灭以色列吗？答案是否定的。要杀光犹太人吗？显然答案也是否定的。所以就怎样？所以他就知道我们何必这么傻，做人家的棋子。所以他们就跟埃及签订了和平条约，那是1979年。以后约旦呢也跟以色列签和平条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圣地可以先去约旦，从约旦过到以色列来，原因就是他们有和平条约。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么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发展。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人叫做阿拉法特，这个人在以前如果你过去大概70、80年代常常报纸上看到他。1974年他来到联合国，他说我是带着橄榄枝和冲锋枪来打。他说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上滑落。他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建立自己的国家，把流浪在外的亲人接回家。他要建立巴勒斯坦国，他要建立，但是问题是他们不同心。所以虽然有启动1993年的和平进程，奥斯陆的和平进程，但是不成功。那不成功的原因，巴勒斯坦人不愿意，极端的犹太人也不愿意，所以拉宾在1994年11月3号被极右翼的犹太人刺杀这是他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讲稿。所以以巴要和解容易吗？不容易。以色列人甚至各地求和平以色列不是要打仗，他各地求和平。所以你看他为了跟埃及签和约，他让出西奈半岛，他把约旦河的西岸这些青色的地方，包括了耶利哥、伯利恒还有这个加沙，这个他们的土地都让给什么？让给巴勒斯坦人自己管理。但是这是1995年沙龙总理的意识就各出来了。但是现在从加沙哈马斯这个统治加沙呢，他们一直放飞弹进来，有没有？所以常常的面对问题。那为什么他们要围墙起来呢？你曾说读到一些新闻，一些人不懂，他说他们很没有人道，把这些用墙围起来。为什么要围？他们不得不围。他们没有围之前，常常发生汽车爆炸案。这些人从这里就把炸弹架进来，市区里面，然后就爆炸，很多人受伤。所以他们为了防恐，所以就建这个城墙，然后你要进出呢，你用护照，就这样呢控制住了整个以色列。现在很少听见汽车临时爆炸的事情，就是这样，大家都为着生存。
所以以色列的处境是很艰难的。他的艰难是他割了地给别人，但是人家说我要的就是那块地啊，所以很难生存下去。所以以巴会继续冲突的，这是必然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是在很艰难的环境建立起来的。67年啊，你看到以色列人是矛盾的总和，他们要水呢，他们没有水的；他们要石油呢，他们没有石油的。他是强敌环绕的。国会一天到晚吵个没完啊！但是借靠创新创业，成为全球最闪耀的新星。为什么？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你是不是知道有神？你要知道是不是有神，看以色列，看犹太的名著，以色列 Israel 的最后这两个字 L， 其实就是神的意思。以色列人的生存，就是神的什么神迹？就是神在他们当中。如果没有神，以色列人是不可能生存。但是因为有神的存在，神的应许亚伯拉罕的预言没有改变，所以他们能够把国家建得强大。而且他们知道要生存，你不能够在那里埋怨；要生存，你不能够在那里只会像小孩子这样吵吵闹闹。要生存，你就要怎么样？你要流泪，你要流汗，你要苦拼。所以巴勒斯坦从1947年分地给他之后，他不要建国。到了今天几年了？67年了。如果他当时候跟以色列一起建国，他现在多久了？也67年了。时间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学一个功课啊，我们不要在那里好像小孩子整天哭哭啼啼的。你虽然哭哭啼啼，67年后你还是哭哭啼啼。啊，你要知道，世界没有欠我们什么，生活没有欠我们什么，每个人都要怎样？要靠着上帝，要努力的去苦干、去苦拼的。所以以色列人知道，只能够靠着他的上帝去苦拼的。所以几代的犹太人的血跟汗，犹太人放回了家园，是流着奶跟蜜的地方。现在以色列被誉为欧洲冬季的厨房。也就是他们供应许多的食物到世界各地。我们现在要注意耶稣再来的预兆，要留意的。你看耶稣讲到耶稣有没有讲到以色列复国呢？在马太福音24章32到34节，我们读一读。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耶稣说24章是耶稣讲关于再来的预兆的，所以这是关于耶稣再来的预兆。耶稣说你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谁是无花果树？你从旧约就知道无花果树指的是什么？以色列。所以你要从以色列学个比方，你要从以色列来看，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什么叫做树枝发嫩长叶呢？当无花果的树枝发嫩长叶，这个以色列什么时候发嫩长叶呢？就是复国。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对吗？你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知道夏天近了。你现在看到以色列复国了，你就知道什么？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什么？都要成就。所以各位，我们已经活在末世的门口。所以耶稣任何时候都可以降临，按照马太福音所讲的。所以以色列复国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警钟，表明末日什么已经近了。我们说过，他要复兴他们，一定要在政治上先复兴他们。所以耶稣什么时候都可以降临。自从以色列复国1948年，以色列复国到今天，虽然过了67年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任何一个时刻，耶稣都可以再来。所以圣经预言一定会实现。如果君没有戏言的话，
圣经是神的话，神绝对没有谎言，神是真实的，神说话一定会什么成就。所以圣经既然预言在末世以色列会全家得救，现在以色列并没有全家得救，但神要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方法，就先要什么召集他们回国，他们都回来了。我们看一看耶利米书30章10到11、12，用新普济译本我们读一读。上主说：“因此，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为我要带你从远方重返家园，你的子孙都要从被掳之地回来。以色列将重享和平与安宁，不会有人恐吓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也有拯救你的。”这些是上主说的，神说我要把你们带回来。所以你看，我们看到末世论，基督教的末世论提到这个预兆，就是关于以色列复国。所以我们就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复国呢讲了一遍啊，这是很奇妙的神迹。那我告诉你这些，不是因为我支持犹太人，他们一样也是罪人。而最大的罪就是到如今仍然拒绝接受弥赛亚耶稣基督。我告诉你这些是要让你知道，上帝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以色列越荣耀，其实是神的荣耀，这一点我们要清楚。所以你看到以色列这样子的艰难，上帝把他们建起来，这是谁？这是神在他们当中，这是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说没有神吗？多看以色列的历史，你不可能否定神。看犹太人的民族历史，你不可能不承认神是存在的。如果你还坚持没有神，那我只能够说你一定灭亡。那就是这样，因为上帝把这么大的恩典彰显在你面前，你没有看清楚。在台湾有一本《天下》杂志，有一次有一期就讲到以色列逆境找答案，就是他们要想台湾要怎么发展，去从以色列去学，所以他们做了一些的报道在这个杂志里面。那其中有一个就讲到以色列小国大志气，所以我就用这个短片作为我们总结整个以色列复国的这个预兆，给大家看。5月28日，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老城区，这个犹太、基督和伊斯兰3大宗教的共同圣地，呈现一种疯狂庆祝的状态。无论男女老少，不是身上披着，就是手中挥舞着以色列国旗，涌进耶路撒冷的精神堡垒哭墙。1967年，以色列赢得6日战争，从阿拉伯人手中拿下东耶路撒冷，犹太人才得以重回哭墙脚下。为了纪念东西耶路撒冷统一，每年此时，以色列人会手执国旗，从全国各个角落走进耶路撒冷老城，最后在哭墙前面跳舞唱歌，开心庆祝，也彰显以色列力抗强敌环伺的智谋与勇气。对以色列来说，小国不是问题，如何以小博大，逆转制胜才是本事。We are a little bit on the pushy side. The Israeli by nature is restless. He's all the time looking for something new to do, and they're improvising quickly. If they have a problem, they will go around, they will solve it. 以色列人口只有800万人，面对3亿敌人的威胁，60年内打了10几场战争，一场都没有输。建国66年，拿了12座诺贝尔奖，国土面积只有台湾的60%，却是高科技界的 A 咖，矽谷、纳斯达克都少不了它。它的雨量少，
一年只有30天降雨，却是不缺水的水科技强国。2/3的国土是沙漠，也不产石油，却发展出全球顶尖的替代能源技术。这样天生有缺陷的国家，能够缺雨不缺水，缺油不缺电，缺地不缺粮，还能把解决本身困境的工具包装成先进科技，卖到全世界。这是以色列的志气，所有的缺点都被它化为优势，在退无可退的绝境中，蛮横且充满创意地活了下来，在逆境中创造解答，处处展现惊奇。如果我说以色列人呢，我应该讲说，在这个方面的话，他们真的是以我们来讲说是应该是外星人一样。什么叫外星人？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做那么快。它虽然是沙漠之国，城市的绿化却让你仿佛置身欧洲。你以为它是战乱国家，很危险，但他们却活得自信又自在，说话经常开玩笑。他们个性很急，做事积极，每一家新创公司都急着想在1小时之内让你知道他们的产品是独一无二。Negotiations they end within 1 or 2 meetings for Israeli companies. If you go to buy a house, you go once, you come back with your parent. The next day you sign the deed and it's done. 他们天生好辩，每个人都对政治有意见。有人因此比喻，以色列800万人口就有800万个总理。它是由70多个国家移民组成，其中多达20%是阿拉伯人，看似一盘散沙，却是一个超团结的竞争实体。政治的矛盾冲突再大，国家还是可以继续前进。同时，他们更练就了每一场仗都不能输的志气，因为输了任何一场，国家就没了。I think that it's a job that everybody should take for themselves. Everybody should do a little more to protect the country. 不安全感所激发的企图心和斗志，让他们懂得集中力量，选择优先顺序，善用有限资源和配套措施，发展某些关键领域，跟全世界拼搏。在规模定胜负的时代，以色列的志气与能力更显珍贵。回看台湾，同样是面对强敌，同样面临缺水、缺乏能源、自由贸易的冲击，此刻的台湾能从以色列的身上找到哪些借鉴之处，值得每个人深思。所以我们就结束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讲论。我们下个礼拜要讲最后一个异兆，就是天空的异兆，还有要讲天堂是什么样的啊？我们祷告。